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生万物收官余波未平，赵丽颖无辜中枪，舆论再掀波澜。杨幂新剧《万物生》收官引发热议，粉丝与资本上演热搜攻防战，一场关于演技转型与粉丝文化的讨论正在掀起风暴。前段时间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生万物收官》的消息一经发布，迅速引发了热议，大家各抒己见，有的人在为结局哭泣，有的人在感叹结局不好，有的人在表达自己很难走出这部剧的心情。这部在播剧的讨论度特别高，作为暑期播出的热播剧，并且是由自带热度的85后小花杨幂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万物生》自开播就属于万众瞩目的电视剧，大家对它的讨论贯穿始终。它播出就自带流量和话题讨论度，也自当由众人自由点评。毕竟对于电视剧来说，讨论的人多了，代表这部剧小火了一把。在电视剧《万物生》收官时，这个剧的话题讨论度达到了它的顶点。随着收官而来的是久挂在微博热搜榜上怎么也掉不下来的黑热搜“万物生烂尾”。与其说是烂尾了，不如说是没有满足一部分人的期待。毕竟大家的眼光不同，看法自然不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烂尾。而这个热搜持续时间这么长，实在不正常。话题久挂在热搜榜上掉不下来，一看就有蹊跷。或许是对家买的黑热搜，又或许只是剧组营销的一个手段。总之，这不可能是一个自然升榜的热搜。不管是哪种情况，着急的永远都是杨幂的粉丝们。粉丝对偶像深深的爱永远是无解的，他们对偶像的溺爱和维护，不亚于母亲的爱。杨幂的粉丝着急的连夜降热搜，不让这种黑热搜对女明星产生什么影响。或许追星就是这样互相成就的过程，我默默的支持你发展你的事业，我看着你在台上耀眼发光，你来当我走下去的精神支撑，和我一起进步。无论杨幂的粉丝们怎么努力，话题还是掉不下来，或许是资本在背后持续发力。与此同时，时代峰峻4代的粉丝也在努力维权。时代峰峻4代中有一个练习生私联粉丝，这在练习生里属于不该犯的重错，公司却持续压热搜要保下这位练习生，这对其他努力的练习生来讲无疑是不公平的。奈何背后也有资本在发力，粉丝维权的消息被公司冷处理。4代粉丝维权的热搜上不去，万物生的黑热搜挂着下不来。就在这时，杨幂的粉丝灵机一动，将热搜位出租给了时代峰峻4代的粉丝们。万物生的黑热搜打开一看，全是时代峰峻4代的粉丝们在维权。这时候时代峰峻出手开始降万物生的黑热搜，这是粉丝们被逼到无奈的举动。两方粉丝都命苦到这种程度了，资本仍然在出手。1搜落，万搜生。这边黑热搜降下去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新的万物生的热搜又悄然升了起来。杨幂粉丝半夜惊坐起，再次出租热搜。时代峰峻4代粉丝继续在热搜里维权，时代峰峻再次出手降热搜。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已经开始让人啼笑皆非了。这场大战逐渐演变成两家粉丝联手大战资本的局面。这件事都乱成一锅粥了，还有人在继续搅局添乱，想让这件事的乱再上一个度。身为85后小花里的两员猛将，杨幂和赵丽颖出道即对家。如今杨幂新电视剧上映，赵丽颖的新剧马上开播了，有无数营销号开始拉着杨幂和赵丽颖对比。其实二人各有各的优点，奈何身为演员，就该接受众人的评判，而人一多，意见不同，就发生了口舌之争。万物生的高开低走，本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剧情上的安排、妆造，甚至导演的指导等，都应该成为剧播的好不好的风向标。不明深意的吃瓜群众把这部剧开播成绩不理想的原因全推到了杨幂身上，他们指证杨幂扮相不像，演技不够精到，
扮演的不像农村妇女，与同剧组的各位老戏骨相比，她接不住戏。更有甚者，还有人说这个角色该赵丽颖来演，说这个角色如果是赵丽颖来演的话，一定比杨幂出彩。赵丽颖是农村出身的小演员，她一路摸打滚爬，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她的努力没有人能否定。有人还说赵丽颖来演的话会更自然，其实两个人的长相明显是两种风格。秀秀本是落魄贵族的大小姐，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杨幂的理解和表达也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些讨论基本上都属于无中生有，杨幂如今还很年轻，演技还在进步中。如果不吹毛求疵的话，杨幂在这部剧里的演技有了很大的进步，颠覆了她之前花瓶的传言。至于和同剧组演员比，其他演员经验明显更多，都是老戏骨，在娱乐圈的资历也深，对演戏的研究也更深入理解，这不应该是众人拿来比较的事情。还有人说杨幂模仿了赵丽颖的转型道路。3. 赵丽颖携风吹半夏转型归来的事情办得十分成功，她对角色的塑造也很成功。然而，这些证明不了杨幂转型道路抄袭赵丽颖。毕竟内娱戏路就那么多，无论哪个女演员想转型，走的道路都大相不差，这么说简直是无稽之谈。甚至和两人都搭档过的欧豪也被波及到。有人说欧豪的硬汉形象是女明星转型搭档的最好选择。杨幂粉丝和赵丽颖粉丝对战多年，这些本应该是风言风语的讨论让二人粉丝又开始大战。不管是哪方先开始的，杨幂粉丝指责赵丽颖粉丝给万物生恶意打低分，赵丽颖粉丝指责杨幂粉丝给赵丽颖作品打低分，这实在是不理智的行为。本和这件事没有关系的赵丽颖就这样被拖下了水。不过这件事暂时没有闹太大，众人也当这是粉丝间简单的争斗，官方也并未出手阻止。不过事情如果闹大的话，对杨幂和赵丽颖都是一种伤害。无论如何，杨幂在这部剧里的表现确实颠覆了她以前的形象，她也确实在转型道路上走了一大步。赵丽颖新剧《造成者》也马上开播，赵丽颖延续了基层女性的形象，二人的道路相似，后续剧播出的时候也会继续摩擦出新的火花。比起二人粉丝非此即彼的态度来讲，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更应该体现的是身为对手的两个女性的惺惺相惜。她们是对手，更是朋友，本应该是互相欣赏、共同进步的存在。比起你死我活的斗争，观众更愿意看到的是二人后续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她们都是优秀的女性，不是有你没我，而是齐头并进，百花齐放。生万物终于落下帷幕，本以为这部备受瞩目的作品在收官之后能够带来圆满的总结，让观众们怀揣着感动与思考走出这段追剧旅程。然而，现实却出乎意料，仅仅72小时不到，围绕这部剧的话题再度掀起舆论波澜，而赵丽颖却在这场风波中无辜躺枪。这一幕不仅让人唏嘘，更让无数观众开始反思，一部剧集的收尾是否真的意味着故事的终结？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下，演员们究竟该如何保护自己不被莫名的争议牵连？而作为观众的我们，又应当如何理智地看待这些风波，不让真正努力付出的演员承受不该属于他们的指责？首先，从剧集本身来看，《生万物》自开播以来话题不断，从题材的独特性到演员阵容的豪华程度，都使它成为今年不可忽视的作品。剧情在中前段一度掀起热烈讨论，但随着剧情的推进，节奏把控和逻辑衔接逐渐出现问题，观众口碑产生分化。收官之后，本该是创作者们总结与反思的节点，可惜的是，围绕剧情瑕疵的批评逐渐转向对演员的攻击，尤其是赵丽颖，无端成为部分争议的集中点。其实，观众冷静思考就会发现，演员完成的是表演任务，他们是用心去塑造角色，而剧本走向、剪辑安排并非他们能够完全掌控。赵丽颖作为一位一直以敬业和专业著称的演员，
更不应该成为舆论宣泄的靶子。为什么每一次有争议的剧集收尾，总会出现某位演员被推到风口浪尖？这背后既有流量效应的推波助澜，也有部分媒体过度解读、博眼球的操纵。赵丽颖在娱乐圈多年，一直以踏实、坚韧的姿态前行，她的作品和演技早已获得大众认可。但正因为她的知名度极高，每一个风吹草动都容易被无限放大。她的努力与成绩常常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某些人刻意制造的噱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观众更需要保持清醒，分辨哪些是真正的艺术问题，哪些只是炒作与转移焦点的手段。事实上，纵观赵丽颖这些年的演艺道路，她几乎每一部作品都经历过从质疑到认可的过程。无论是早年的《花千骨》，还是后来转型挑战的现实题材影视剧，她都凭借坚韧与突破一步步赢得口碑。她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日夜磨练出来的。她清楚地知道，演员的责任是对角色负责，对观众负责，而不是被舆论左右心境。也正因如此，她一次次在风波中站稳脚跟，不为流言蜚语所击倒，这份定力本身就值得我们敬佩。从观众角度来说，追剧的心情往往容易被剧情带动，尤其当故事发展与预期不符时，情绪宣泄就容易转移到演员身上。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作品是团队协作的产物，导演、编剧、制作方、演员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赵丽颖作为演员，早已尽到她的职责，她的表演也赢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可。我们不能因为对剧情的不满，就否认演员在角色中的努力。这不仅不公平，也会让真正的艺术付出被淹没。舆论的复杂性也提醒我们，明星在光鲜外表之下，同样是普通人，他们也会受伤，也会因为无辜的指责而感到委屈。赵丽颖已经为我们呈现了她的专业与敬业，作为粉丝，作为观众，理应给予她更多的包容与支持，而不是让她在并非她责任的争议中背负压力。毕竟，演员最希望的还是作品能够被认真讨论，角色能够被真正理解，而不是在网络风波中被迫成为话题焦点。纵观赵丽颖的演艺之路，她的坚韧和低调已经成为她最鲜明的标签。她不争不抢，却始终靠实力赢得掌声；她不炒作不造势，却总能凭借作品成为观众关注的核心。这样的艺人，在如今浮躁的娱乐环境里尤为可贵。我们更应该珍惜他的真诚与努力，而不是让他在舆论中反复躺枪。或许这一次的风波又会成为他成长的一部分，但我们希望的是，他能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多一些来自观众的温暖。结论来看，生万物的收官固然有遗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价值完全归零。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亮点与不足，批评可以存在，但应当建设性、理智化，而不是演变成对演员的攻击。赵丽颖的无辜中枪，恰恰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太容易在情绪中忽略了真正的责任归属？是不是在讨论作品时，忘记了对演员作为劳动者的基本尊重？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理智，或许这样的意外受伤就会减少。最后，也想对所有观众说一句，追剧的意义不应只是为了宣泄情绪或寻找谈资，更重要的是欣赏艺术，感受角色的喜怒哀乐，从中获得思考和力量。赵丽颖这些年所展现的专业态度与成长，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她用一个又一个角色告诉我们，努力和坚持终将被看见。而我们作为观众，能做的就是在风波里保持清醒，不盲从，不跟风，把更多的关注与掌声留给真正的作品与演技。赵丽颖不会因为一次争议就停下脚步，她早已在风雨中学会成长。未来，她依旧会用更好的作品回应质疑，赢得口碑。希望大家在讨论时，能把焦点放在艺术和作品上，而不是将本不属于他的矛盾加诸于他。给他一些理解，给他一些信任，给他一些支持，
让他能够在更少的纷扰中专注于创作更好的角色。这不仅是对赵丽颖的尊重，也是对整个影视行业的良性期待。愿我们在热议与风波之后，都能学会用更理智、更温暖的方式去看待演员和作品。愿赵丽颖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不惧风雨，依旧清澈坚定，用实力与真诚继续赢得观众的心。唯粉现形，王一博真心与随意回复的反差，笑翻网友。王一博与粉丝的默契，藏在那些你看不见我却依然守望的瞬间。他的用心总被错过，却意外成就了最真实的连接，不靠语言，没有套路，只有彼此的存在。王一博出现在巴黎时装周了，出走半年，终于露脸。本来是给粉丝的惊喜，结果全被路人抢了风头。他穿了件黑色小香风外套，里面配了件白色蕾丝半透衬衣，这搭配挺讲究的，贵气又带点小心机。可摩托姐姐们只盯着脸看，根本没注意到这些细节，还是后面有人提醒，大家才恍然大悟，打扮得再用心，没人懂也是白搭。这不是第一次了，早些年他为了应援粉丝，特意染了个绿色头发。说实话，真不常见，一个正常男人搞这么跳脱的颜色。结果呢，他甩头挠头，各种小动作，粉丝一点反应都没有，最后还得工作室出面解释，他们才明白过来。更离谱的是赛车比赛那次，王一博放慢速度，专门跟粉丝互动，结果粉丝还在那儿嘀咕，开太慢了，别耽误事。双引号，旁边观众都看不下去了，赶紧提醒，快拍照啊，别光嘴上说。这种反差挺有意思的，偶像在努力表达，粉丝却像在看风景，明明很认真，却总被误解。但你细品一下，这种错位感，反而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一种不靠语言、不用套路的连接。网上有段子说得好，他开得好慢啊，双引号，帅，好帅，最帅，双引号，把气氛拉满。也难怪有人说，王一博宁愿去荒野，也不愿回内娱，换谁谁不心累。一个网友说的扎心，说他不拍戏，整天瞎跑，摩托姐姐是不是该反思一下？这话听着刺耳，可细想又有点道理。粉丝的热情不该只是喊口号，也该学会看见背后的努力。其实吧，王一博和粉丝的关系更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在奔跑，一个在守望，不是不爱，是方式不同。但正是这种没那么懂的相处，反而显得真实。没有剧本，没有表演，只有彼此的存在。最后，有时候我们太在意别人能不能懂自己，却忘了真正的连接，往往来自那些你看不见，我却依然愿意等我的瞬间。王一博的浪漫，不在镜头里，而在他转身走向山野时，还有人记得他回头的样子。在当下的娱乐圈，明星与粉丝之间的互动往往被放大解读，每一次留言，每一个眼神都能引发热烈讨论。王一博，这位以低调、专注和真诚著称的青年偶像，再次因为认真与随意的反差登上热搜。网友调侃道：“你看王一博和那些只会随意回复的伪粉，真是笑死人了。”这一句话虽带着戏谑，却点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浮躁的网络环境里，真心和敷衍的差别，永远能让人一眼分辨出来。王一博一直以来都不算是一个爱在镜头前刷存在感的艺人，他更愿意用作品，用专业的表现力去证明自己。无论是作为演员拍戏，还是作为赛车手驰骋赛道，他都全情投入，哪怕是在社交平台上为粉丝留言，他也习惯认真、简洁而真诚。这种用心与一些伪粉的敷衍形成了鲜明对比。伪粉往往只是为了蹭热度，随便说几句漂亮话，却缺乏真正的支持和陪伴。于是，
当真心与敷衍放在一起时，反差就格外明显，甚至让不少网友觉得既好笑又讽刺。讨论这一现象，我们首先要明白伪粉的存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娱乐圈的光环让许多明星都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的支持者。有人只是为了凑热闹，有人是因为跟风，还有人甚至抱着挑刺和消费的心理。这些人可能会在评论区留言，在话题下插话，但他们的言行与真正的粉丝存在着巨大差距。当王一博用心与粉丝互动时，这种差距就被无限放大。王一博的真心不仅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更体现在他的行动里。比如在粉丝见面会时，他常常耐心回答问题，尽量满足大家的期待。在拍戏现场，他敬业的态度让工作人员和合作演员都赞叹不已。在赛车比赛中，他的拼搏精神更是感染了无数观众。正因为他如此用心，才让粉丝们觉得与他的互动充满温度与真实感。而那些伪粉的随意回复，在这种氛围下显得格外不合时宜。更有意思的是，网友们对于这种反差的反应，有人调侃王一博一片真心，伪粉随口一答，真是强烈的对比喜剧。也有人感慨，真心是无法伪装的，伪粉的敷衍一眼就能看出来。这说明大众对于真诚的渴望和对于敷衍的敏感。王一博之所以能不断收获认可，正是因为他在这个浮躁的环境里，仍然保持了难能可贵的真心。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种现象对粉丝群体的意义。真正的粉丝往往愿意花时间去了解艺人的努力，支持他的作品，理解他的选择。他们会在艺人需要时给予力量，也会在艺人低谷时坚定守候。而伪粉则往往只停留在表面，甚至可能因为一时的热度而来去匆匆。对于王一博来说，他显然更珍惜那些发自内心的支持者，因为只有这种双向奔赴，才能构建起健康、长久的明星与粉丝关系。从更大的角度看，这也是整个娱乐圈值得警醒的问题。如今流量至上，很多艺人和团队热衷于追逐话题热度，甚至不惜制造虚假的互动。但王一博选择的路线却是脚踏实地，他宁可少上综艺，也要专注作品；宁可少一些热闹，也要留下更有价值的内容。他与粉丝的互动同样遵循这种原则，宁少淡真，不多却暖。这样的选择或许让他看起来不够活跃，但却让他在人们心中留下了稳固而持久的信任。我们可以把这件事看作是一次照妖镜，把伪粉的随意照的原形毕露。那些只是为了凑数、随意应付的人，自然会被看穿。而真正懂得欣赏和支持王一博的粉丝，会因为他的一句真心回应而感到满足和幸福。这种反差，正是娱乐圈中最真实的一幕。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真心永远比热闹更长久，真诚的力量也远比虚伪更有穿透力。王一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艺人不需要靠虚假的繁华维持人气，而是要靠作品、靠态度、靠真心去打动人。伪粉的随意或许能制造一时的噱头，但终究无法长久。只有真正的陪伴和理解，才能让明星与粉丝的关系持续发展。在这里，也想借此机会对观众和粉丝们说几句心里话。如果你真的喜欢王一博，就请用行动支持他，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的热闹。去看他的作品，去感受他在赛道上的拼搏，去理解他少上综艺背后的坚持。不要被短暂的热度蒙蔽，而要看到他作为一